开学第一周，同班同学都在议论，听说了吗？学校特聘了思觉来授课。我问谁？思觉呀，你不认识吗？青年钢琴演奏家，只比我们大几岁，但已经是非常出名了。话音未落，思觉走进教室，我看着他那张熟悉的脸，恨不能钻到地底去。同学笑我，不会吧？你真不认识思觉？怎么可能不认识啊？暑假时被我睡完又抛弃的男人就是他呀！我望着教室前方的男人，冷汗流了下来。思觉怎么会来我们学校？他应该没有发现我吧？全班都在尖叫欢呼，只有我手足无措。旁边的同学注意到，悄悄问：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不会吧？难道你真不认识思觉？他非常非常出名。同学语气很重，试图让我明白思觉的重要。但我怎么会不认识呢？太认识了呀！最熟悉的时候，我跟思觉之间的距离是负数。思觉听说是院长求爷告奶奶请来的，只带半学期的课。我把头埋得深深的，不敢让思觉看到我。宿舍群聊亮了。啊呀，思觉，是思觉，太帅了，我的天，比电视上看着还帅。对了，初，你暑假不是去思觉的团队打工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我默默地回，就一般。不会吧？每天光看到她的脸，我感觉都直了。是的，曾经的我也这么以为。思觉很漂亮，很少有男人能用漂亮来形容，但思觉就可以。她像一块美玉，站在那里，什么都不做，就能吸引所有人的视线。时间回溯到7月，思觉在国外进行巡演，我好不容易挤进她的团队，当个临时助理。初见思觉的那天，我兴致高昂地表达了对她的仰慕和崇拜，她却在听完我的话后，掀起薄薄的眼皮，傲慢地说：外套脱了。什么？穿得这么丑是要迫害我？脱了。我有恐丑症，我对思觉的滤镜从那一天开始崩塌。她就是个混蛋，一个漂亮的混蛋。在法国巡演的时候，团队包下的酒店里有一架钢琴，我手痒，趁着没人坐过去练了一会儿。我弹得如痴如醉，却被突兀的一声轻嗤打断。思觉不知什么时候来的，站在我背后。李小初，我叫温黎初，叫什么都行。我问你，你那手是猪蹄子吗？你真的是钢琴系的学生吗？琴键上撒把米，鸡都弹得比你好。见我不服，他信手在琴键上敲了几下。同样的旋律，他弹出来的跟我完全不同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思觉的天赋着实令人嫉妒。看会了吗？思觉侧头问我，他的脸在我眼前放大，细腻的皮肤一个毛孔都没有。我木讷地点了点头，会了。会了也没用。绝美的脸庞上突然露出一个恶劣的笑容，你选曲的品味太差了，放弃钢琴吧。我有点恼火，品味是很私人化的东西。高难度的曲子你会了几个？底子都没打牢就开始弹网络口水歌，说你品味差，有错吗？人类37度的嘴里怎么能说出这么冰冷的话？今天晚上的演出结束，你就可以回家了。我团队里不需要品味差的人。我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你说我品味差，可是我最喜欢的钢琴家就是你。用真诚打败魔法，本以为会很管用，可思觉听了这话反而笑了。他伸手用指尖极轻地弹了下我的空气刘海。哦，那你品味真的差。干，这人怎么疯起来连自己都骂？冷漠、傲慢、刻薄，这就是我对思觉的印象。面对赞助商，他也是这副德行。思觉有着独特的吸金体质，即便性格恶劣，赞助和代言还是源源不断的涌向他。但当时我顾不上思考这些。思觉抬起手的刹那，带来一阵干净好闻的香气。我的目光全在他那只手上，细长干净，天生用来弹钢琴的手。我是一个手控，思觉的手完美的像是模型。他很轻地点在我的刘海上，蜻蜓点水一般，我却有些失神。这么好看的手用来做别的，应该也很迷人吧？大约就是在那一刻，我对他有了非分之想。我想把高高在上的思觉说服。时间回到现在，思觉的第1节课还算风平浪静，除了他毒舌批评人的时候，有几个女生看起来要被他说哭了。最后10分钟开放提问，有问专业相关的，也有问私生活的。突然一个同学站起来，司老师，你最讨厌什么样的异性？思觉秒答，艺术品味差，不负责任，谎话连篇的。哇哦，思觉老师好像亲身经历过，可不就是亲身经历过吗？每一条都写着我的名字。我把头埋得更深了。八卦时间结束了，思觉清了下嗓子。接下来我有几句话要交代，可能不太好听。我听了你们暑假的作业音频，在我看来，你们整个班都是庸才。话音刚落，全班都安静了。能上音乐学院的，多少都有点恃才傲物。这话从别人嘴里说出来，大家都不服。可他是思觉，是被媒体称为近100年来难得一遇的钢琴天才。但是在我的印象里，有一个学生还算不错。他思索了一下，回忆出名字，沈林竹。是哪一位？沈林竹受宠若惊地站了起来。司老师，是我。思觉点了点头。我记住你了。沈林竹唰的就脸红了。其他同学，希望你们继续努力，再不努力，以后就只能放弃钢琴了。宿舍群聊很热闹。我靠，怎么是他呀？我以为会是初。呵呵，我还记得上学期沈林竹找初借论文，抄走了一半，提前交过去，还反咬初抄他，恶心。我发了个没事的表情。我和沈林竹关系不好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。思觉这么毒舌的一个人，居然会夸沈林竹。舍友们为我打抱不平，但其实我不太在意，他爱夸谁就夸谁。下课后，我舍友们要去找思觉要签名，我借口有事想先走一步。思觉被很多人包围着，应该看不见我，但跑到门口时，忽然有个热心肠的同学大声喊：等一下，温黎初，你东西掉了。被簇拥着的思觉忽而抬起头来，冷淡地向我一瞥，如芒在背。我赶紧捡起东西溜了。思觉不待见我很正常，谁会待见一个睡完自己就跑路的人呢？回想起不可描述的那个夜晚，其实也不能全怪我。思觉出乎意料的不禁聊啊，
我聊他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他毒舌，我不为所动；他傲慢，我岿然不倒，主打一个厚脸皮。思觉总是把我一通凶，凶完发现我仍是笑眯眯地看着他。你笑什么？我脱口而出。你好看，我看着开心。呵，思觉嘴角勾起一点，眼神仍是冷的。少做梦了，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差距，看不出来吗？看得出来。思觉不光是个天才，家庭背景也极好。有时候真的很好奇，老天到底关了他的哪扇门？而我，一个平平无奇的学生，怎敢肖想他？所以我没肖想，我只打算尝尝。如此斗智斗勇了大半个月。某天晚上，契机突然降临，我站在休息室的阳台上，给朋友打语音，聊起思觉。我说，思觉啊，确实帅，本人比电视上还帅。坦诚地说，他的外表完全是我的理想型。一声轻斥在背后响起，我赶紧掐了语音。你怎么来了？有种被撞破的心虚。让你送乐谱，你就在这儿偷懒？我没看到消息。思觉抱着胳膊站在夜风中，风吹乱他的头发，更显妖孽与毅力。他喝多了，有酒气。我是你的理想型？只是说外表，内在的话算了。哪里帅？具体说说。你就不能当没听见？不能。思觉一如既往的欠揍。这么想听我夸你？我话锋一转，问：夸你有奖励吗？你想要什么奖励？我恶向胆边生，脱口而出：就让我亲一下。我感觉自己像个女流氓。思觉的反应证明我的确是。他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我。温离初，你在做什么梦？不同意就算了。我把乐谱往他身上一甩，拿去，别耽误我出门。你去拿。前男友在这儿留学，我去跟他吃个饭。所以你今天专门化了妆，还打扮的？打扮的什么？漂亮。思觉没有回答，眼神微微闪躲。眼看时间要到了，我懒得跟他废话，拎包就走。真去约会？不然呢？那个男的比我还帅？这倒没有，但他可能给亲。思觉忽然抓住我的胳膊，把我拽了回来，扣着我的下颚就是一个吻。这下换我猛了。这下行了吗？我呆半天，说你吻技好一般。思觉的自尊不允许这样的评价。他发狠又吻了一次，这一次他掐着我的腰，把我抵在墙壁上，吻得疯狂而粘滞。我的后背碰到开关，灯灭了，黑暗成了最好的催化剂。快喘不上气的时候，思觉终于放开我。可以开始夸我了吗？他声音变得低哑，指腹搓着我的唇珠，搓得我浑身酥麻。眼睛，你的眼睛很漂亮，像倒映着星星的湖面。思觉笑了，好像真的很受用。还有呢？手怎么了？我是手控，你的手堪称完美。很奇怪，世人都夸赞思觉，且从不吝啬用完美来形容他。可听到我这句话，思觉莫名兴奋，眼神都变了。他又低头吻我。接下来只要我说了让他开心的话，他就吻我。还去约会吗？不去了。乖。还想要什么奖励？我嘴唇微撅，吐出一个做字。思觉抱着我回了他的房间。我早知道他那双手做什么都会很迷人。腿软了的时候，我只看到修长指尖已有了诗意。我一声声呢喃他的名字，直至理智崩塌。初初，他这样叫我，语气温柔沙哑。毕业后就留在我的团队吧。好，我教你弹琴。好。喜欢我吗？喜欢。我弯起眼睛，笑得眼角溢出泪来。最喜欢你了。说实话，跟思觉的体验很棒，但次日清晨，我还是一声不响地离开了。我申请了离开团队。思觉不知道，团队由经纪公司专门管理，尤其我这样的临时工，走就走了。谁叫他先前老喊着开除我，可不得让他如愿吗？离开前，我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纸条。昨夜欢愉过后，思觉给我写了这串号码。他说，这是我的私人号，关联了生活微信，你加一下。我可以加吗？当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的关系不一般了，你可以拥有我的私人联系方式。说这话的时候，思觉仍有一丝傲慢，仿佛跟他产生关系是多稀罕的事呢。我假装乖巧地收下。明天加是不可能加的。我把纸条扔进垃圾桶。他醒来便能看到。我很清楚一件事，男人在床上的承诺，一个字都不要信。我和他相差太多，尽快抽身对我比较有利。我当天就注销了工作室的微信账号，然后快快乐乐地等开学。但我没有想到，风水轮流转，思觉成了这半学期的客座讲师。天要亡我呀！周三下午，我去办公室拿材料，思觉在里面，沈林竹也在，两人正在说些什么。哎，学伟，你怎么来了？沈林竹先看到了我。我说，我来考一下鉴赏材料，发给大家。材料啊，司老师已经考给我喽。这样啊？思觉有些冷淡地问。你是学伟？对。以后我的课，沈林竹来对接，不需要你。沈林竹站在他身后，露出一个得意的笑。我立刻点头。那太好了。在我说完这句话后，思觉的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。沈林竹带着材料走了。我也要离开时，思觉突然把门关上。司老师，你还有事吗？我礼貌地问。温离初，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什么？不要装傻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那个呀，我拉长音调，笑眯眯，都是成年人了，你情我愿的事，要什么解释？思觉深吸一口气。那你说过的话也都是假的？哪些话？喜欢我什么的，你信了？我惊讶，不会吧？你可是思觉呀，你一向最瞧不起我，还说我品味差，没天赋，不配当你的助理，你怎么会信呢？思觉眉头拧在一起。所以你在故意报复我？对，事到如今，没什么不好承认的。我向你道歉。什么？评价你的那些话是我傲慢轻浮，对不起。思觉认错的太快了，我有些措手不及。温离初，如果你愿意原谅我，我们就重新认识一下，行吗？我赶紧摇头。不必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本就不该有什么交集。司老师吓我一跳，差一点就被他的认错速度感动了。还好我冷静。晚上回到宿舍，舍友阿晴说，初初你回来的晚，错过一个大八卦。什么八卦？
知道作曲系的小 A 不？他是本地人，听他说他亲戚的亲戚的朋友是心理咨询专家，思觉是他的大客户。阿晴的瓜前摇总是很长，长到能把我绕晕。我阅读理解了一下，问然后呢？还有什么然后？意思就是思觉有心理问题，客户就是患者呀，这才是瓜的核心。一个舍友感叹，想不通，思觉那么光鲜亮丽，能有什么烦恼？就是说，我问阿晴，是抑郁症吗？不是，挺少见的一种病，叫什么？情感缺失，对，就叫这个。不可能，我脱口而出，这瓜不靠谱。你怎么知道？舍友们齐刷刷地看向我。对了，初出暑假不是在思觉团队打杂吗？应该和他接触过。我不知该怎么解释，只能心虚地说。可他给人的感觉不像吗？话虽如此，脑海里却一直浮现报复思觉的那个晚上。他热情的可怕，眼底像灼烧着火焰，手臂撑在床上，也因为情绪激动而青筋求结。情感缺失，绝无可能。阿晴这瓜绝对不包熟。1周后，又到思觉的课，沈林竹成了思觉的专属课代表。上课前，他拿出做派，在班里随机抽查。李强，上周我发在班群里的鉴赏材料，你听了吗？没听。你怎么敢不听？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万一司老师提问到你，你就倒霉了。他如法炮制，问了好几个人。阿晴凑到我耳边，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真把自己当个官。很快，沈林竹走到我们身旁。阿晴，你听了吗？没。阿晴回得吊郎当。沈林竹当即把手里的书摔在桌上。我发的材料，你们都不听，什么意思啊？气氛一下子变得很尴尬。我平静地解释，那些材料上课的时候会听，提前发材料，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下作品背景，不是非要提前听完。温丽初，这就是你不让大家听材料的理由？我只是陈述事实。司老师已经让我接管这门课了，你非要跟我对着干。没说两句，沈林竹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开始抹眼泪。大家都习惯了他这副样子，见没人搭理他，沈林竹只好作罢。没一会儿，思觉进教了，他第一时间冲过去告状。阿晴说，完了，他不会把责任都推给你吧？他的担忧是有道理的，因为沈林竹正冲着我的方向指指点点，但思觉打断他的话，下课再说。沈林竹以为思觉的意思是下课再来质问我，他真的一点也不了解思觉。思觉是院长大价钱请来的一尊大佛，还只镇半个学期，学生间的那点摩擦在他眼里算个屁。一堂课下来风平浪静，思觉根本没有针对材料进行提问。快下课时，他要选个学生上台示范，点到了沈林竹。沈林竹昂首挺胸，像个骄傲的公主，在全班瞩目下坐到钢琴前。他自信地弹完一曲，又自信地等待着思觉的夸奖。思觉眉头微微蹙着，不知过了多久，缓缓吐出一句，你弹的什么垃圾？下课，出教室。阿晴再也忍不住，捧着肚子大笑。初，你看到了吗？沈林竹刚才那个表情。看到啦，真解气啊，太他妈爽了。阿晴笑归笑，却跟大家一样困惑。但你说司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之前还夸他有天赋，今天就把他骂哭。我也不清楚，以我对思觉的了解，在音乐这件事上，他绝对公正，夸奖或批评全都公私分明。就像我暑假打工的时候，他虽然吹毛求疵，但指点我的时候也毫无保留。思觉这种天才，随便教就能让我收获颇丰。谁知道他今天发的哪门子疯？正思考着，阿晴忽然紧张地抓住我，一抬头，思觉站在我俩面前。温丽初，你们班以前的钢琴作业是不是都交给你的？是的。再给我传一些。你要那个干嘛？我问的太直接了。阿晴瞪大眼睛看我，那眼神仿佛在说，你不要命了？但思觉没有骂我，只是说，我有点用。那我明天传你邮箱。今晚不能传吗？今晚有事，又要约会。这个又字就很传神了。阿晴听出了一丝不对劲，但她没多想，帮我解释。今晚我们班聚餐，陈月泽请客，温丽初必去的。陈月泽，思觉对这个名字不太有印象。我们班一个男生，他在追初了。思觉目光一顿，然后意味不明地笑了一下。那我也去。思觉说到做到，加入我们聚餐的队伍，地点在一家自助 KTV， 可以一边唱一边涮火锅。思觉看不上这儿的劣质小火锅，没吃几口。随后，一群人提议玩游戏，每次思觉都选择真心话，无论大家问什么，他都遵守规则，一一作答。同学们都很兴奋，提问的尺度越来越大。又轮到思觉了，一个男生兴奋地站起来问：司老师，你第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全场鸦雀无声，大家都以为思觉会黑脸，可是他平静地回答：上个月。我一口果汁差点喷出来。上个月，那不就是和我吗？提问的男生也懵了。老师，我问的是第一次上台表演。哦，思觉好像并不觉得尴尬。为了给老师解围，班长催促着赶快下一轮。这次抽中了我，我选择大冒险。班长要求我和在场的某位异性隔着纸巾亲嘴，但是和谁呢？班长巡视一圈，坏笑一指，当然是陈月泽呀。陈月泽被簇拥着上了前，他红着脸对我说：你要是感觉为难，我可以让他们换一个惩罚方式。其他人看热闹不嫌事大。陈月泽，你行不行啊？追了那么久没追到，怂死了。别说那么多废话，快亲。陈月泽在等我的答复。不止他，还有一个人也在等我的答复。我仰起头，轻松地说：不为难，来吧。那一刻，思觉把自己的手心攥红了，纸巾就位。我和陈月泽越靠越近，眼看真要亲上了，思觉突然站起来：温丽初，你出来一下。我问：司老师，有什么事吗？有什么事不能等我亲完小嘴再说。你上周交的随堂作业，我需要跟你对一下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思觉的语气不容置疑。陈月泽也说：你快去吧，正事要紧。我不情不愿地跟着思觉出去。包间对面就是楼梯间，沉重的铁门将嘈杂隔绝在外。我还在适应黑暗，就听到思觉问：你喜欢他？谁？你们班那个男生？一般，就能接吻。
那不是接吻，还隔着纸巾呢。我抱怨道，而且就算真接吻又怎样？他人不错，长得也帅，我正在考虑中，说不定亲一下就来感觉了。我的话戛然而止。思觉捏着我的下颌，突然吻了上来，非常粗暴，不讲道理。牙关被撬开，思觉几乎是蛮横的攻略口腔里每一个角落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松开我。我脱口而出：“你有病吧？”我确实有病。思觉意犹未尽地舔了下唇角，眼神幽暗。看你踮脚要亲他，我差点要疯了。温丽初，戏弄我是不是很有意思？我生气地说：“对呀，超有意思。那你为什么要找别人？为什么不继续戏弄我？这个逻辑好像没毛病。”我反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让沈灵竹当你的专属课代表？只是课代表，我又没亲他。”思觉也憋着一口气呢，胸腔起伏。我以为他有天赋，我只是欣赏有才华的人，不然你以为我对幼稚的学生妹一点兴趣都没有？我也是学生妹，除了你。我一下没反应过来他话里的含义，我只顾着吵赢。但是你太傲慢了，我承认我就是故意的。看高高在上的人因为我栽跟头，我就很爽。我承认我之前确实自负，你如果不嫌烦，我可以一直跟你道歉。不是，大哥，这样吵就没意思了，会显得我在欺负人。果然，思觉还没有放弃。但我现在追到你学校了，为了兑现教你弹琴的承诺，我忍受折磨给一大群庸才上课，这都不能换来你一点改观吗？我猛地想起了那个承诺，情到浓时，我随口一提，原来思觉来学校只是为了贯彻他。床上的话谁会当真啊？我呀。思觉看着我，好像十分痛苦。你说喜欢我，想跟我学琴，我全都当真了。我甚至以为那晚过后，我们就已经是男女朋友了，因为你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你，我们又做了那样的事。等等，你喜欢谁？你，就是你，没听错，我喜欢你。别开玩笑，不是玩笑。我有洁癖，人的口腔也好，身体也罢，在我看来都奇脏无比。说到这儿，思觉皱了皱眉，似乎是真的很厌恶。但你出现，打破了这一原则。我想和你接吻，和你亲密接触，想了解你的一切。原因呢？什么原因？喜欢我的理由是什么？思觉垂下眼睛，沉默了，气氛一下子降下来，跟我猜的一样。也许是出于不甘心，也许是想报复回来。总之，他的喜欢并不纯粹。这场吵架看似是我赢了，可我并不开心。我转身要走，在推开那扇沉重的铁门前，思觉忽然开口：“我生病了，只有在你面前才像个正常人。”这是他的回答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满脑子都是思觉那句话。当时我想进一步询问，他却不肯再答，似乎涉及到了他的痛苦和隐私。只记得最后，思觉捧着我的脸又亲了一次，但不同于之前，那个吻温柔至极，令人上瘾。随后，思觉一直正常的来上课，然后离开。我始终没有找到开口再问的机会。周末早上，我是被一通电话吵醒的，陌生来电。刚一接听，对面就谢天谢地：“温女士，您终于接电话了。你是？我是思觉先生的财产经理人，之前给您打过好几次电话，但您都拒接。我看了眼这个陌生号码，有印象了。因为害怕电诈，这种陌生的来电我现在都不接。请问有什么事吗？1个月前，思觉先生把他的一部分财产进行了划分，将2套房产划到了您名下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？直白点说，他要给你2套房外加一些存款，为啥呀？你如果不清楚，我就更不清楚了。经理十分客气，他是7月29号的半夜联系我的，突然就交代了这些事，说是给你朋友的小礼物。7月29就是我和他深入交流的那晚。做完后，因为很累，我倒头就睡着了。思觉的确打了个电话，但我睡得迷迷糊糊，没听清他说了什么。原来那个晚上，他真以为恋爱降临了。我一下无语住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经理又委婉地道：“这个事情由我全权负责，但这1个月多月来哈，我给您打电话，您都不接，手续只能拖着，没法进行。我知道了，我会跟思觉本人说，不是你的错。”那太好了。挂了经理的电话，我脑壳嗡嗡的。这个事还得跟思觉从长计议。我翻身下床，宿舍里另外2人正瞪着眼睛看我。怎么了？你刚才电话里提到思觉了？你好像真的跟他很熟，有秘密？我惶恐的摆手，没有。从实招来。我们仨闹了一会儿，阿晴突然推门进来，她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快来吃瓜。”阿晴堪称我们宿舍的批瓜商，很多八卦都是从她那儿听来的。上学期最后一门考试成绩要作废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沈林竹她的那段作业不是她本人弹奏的。暑假的时候，系里布置了一项小作业，在家里练琴，录视频发给老师，算作上学期最后一门期末考。思觉就是听了那份作业，才夸奖沈林竹有天赋。什么情况？不是她本人。阿晴喝了口水，润嗓子。沈林竹有个钢琴家表姐，她那个作业就是偷录的她表姐。因为录视频只需要露出手就行了，方便老师观察指法。沈林竹钻了这个空子。沈林竹现在正在办公室里哭呢，老师正在商量给他什么处分。舍友听完后不抱希望地说：“他抹抹眼泪，老师心软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上学期拖出论文的时候就这样，不了了之。这次真的难说了。”阿晴道：“因为你们知道这件事是谁发现的吗？”谁？思觉。我有些惊讶。思觉听了他往期的作业，对比后发现了这件事。我突然想起聚会前思觉让我把以往的作业都发给他，原来那时候他就有所怀疑了。司老师坚持要让他处分，系里想包庇都不行。而且呀，阿晴转头看我，你论文那个事，思觉也要求彻查。初出属于你的公道可能要来了。周五下午全班进行重考。沈林竹的事已经传开了。本来美好的周末前夕，大家各有安排，本地的同学回家，非本地的约了出去玩。但因为他，所有人都得留下重考，大家都恨死沈林竹了。重考很严格，由3位老师分别坐镇，亲眼看着大家弹奏。思觉也是其中之一。我学号靠后，等我考完出来，人都已经走完了，老师也光速下班了，就剩下思觉一个人还在整理文件。我站在琴房门口看他，
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，给他镶了一层金橘色的边。思觉专注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总是让人挪不开眼。等他收拾完，才看到门口的我。站那里做什么？当门神？门神工资结一下，谢谢。这么说就是在等我了。我没有否认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管这件事？对你来说，沈林主考试作没作弊和你没有太大关系，你也不像是会在意这件事的人。思觉耸了耸肩，我只是觉得不公平。什么？他作弊就会影响你们班的排名，进而影响有些人申请补助或是保研。我是不太在意这些，但对学生来说，这很不公平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微微歪头，问我说的对吗？正在申请保研的温同学。我愣了半天，你怎么知道？这又不是秘密。他关上琴房的门，跟我并肩下楼。我看了你的成绩单，就差一点点。这门考试如果沈林竹没作弊，那么你就是第一。作为老师，我不可能替你修改成绩，也不可能包庇你，我能做的就是寻求一个公平。但思觉，你说过让我放弃钢琴，你别想太多，这话我跟你们系主任也说过。突然不生气了，怎么回事？甚至有点想笑。不愧是你，思觉。我放慢步伐，看着思觉的背影，这一刻居然不觉得他讨厌，他有傲慢的资本，也有寻求公平的心。我决定向他袒露心扉。其实我已经考虑放弃读研了。为什么？假如你的面前有一座高峰，你知道终其一生也无法登顶，那为什么不尽快折返，降低损失呢？那座高峰就是思觉。倘若他永远只是电视里的人，我不会有这样的绝望。可他出现在我身边，时刻提醒着我，在真正的强者面前，我是多么的差劲。但思觉对我说，你这样想不对。怎么不对？弹钢琴不是为了成为世界第一，那多累啊！你只需要享受演奏的过程，享受你的热爱就好了。我怔了一怔，思觉好像帮我拨开了迷雾，找到了答案。当然，以前说你没天赋，那是因为你还没遇到我。什么意思？思觉停下来，认真地看着我。我教你，你会走得比所有人都远。他冲我伸出手，要试试吗？这座高峰向你低头了。这个晚上我没回宿舍，我在思觉家过的夜。当然，别误会，什么都没发生。我来月经了，因为候考时喝了半瓶冰水，导致我刚吃完晚饭，肚子就开始剧痛。我躺在床上，有气无力。但是紧张到要死掉的人不是我，是思觉。他如临大敌，先是问我要去医院吗？不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过了会儿他又来，我打个120吧。真不用，别浪费资源。我吃了止痛药，好些了，但脸色还是苍白。思觉坐在床边，不一会儿，我听到了他的抽泣声。等下，我听到了什么？我震惊地看着思觉脸上2行清泪。你干啥呀？我问。我心脏一抽一抽的疼。你疼什么？看你这样，我就疼。你真的没有其他不舒服吗？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医院吗？我好焦虑，总觉得你病得很重。大哥，只是痛经，而且现在已经不痛了。思觉还是心疼地盯着我，默默流泪，仿佛只要我皱一下眉，他就会立刻扛起我，直奔急诊，然后一个滑跪，跪在医生面前，哭着说：“求你救他。”虽然我只是痛经，无奈之下，我把他支开。我渴了，你去给我倒杯热水。他立刻跑了出去。不一会儿，杯子摔碎的声音传来。很好，好极了。这是今天晚上思觉摔碎的第2个杯子了。我走了出去。思觉解释：“我只是手滑。”看出来了，你真的很不会照顾人。他尴尬地摸了摸鼻子，没谈过恋爱，也没跟人同居过，你理解一下，行吧？他没把厨房点着，我已谢天谢地。也就是到今天，我才发现，思觉那双灵巧的手也有笨拙的时候。他很不会照顾人，但他在努力学。我跟思觉达成一个约定，在师生关系结束前保持适当距离。但他已经提前带入男朋友的角色了，每天上网搜如何哄女朋友开心。很快，我就收到一个丑丑的手工玩偶。这是什么？我问他，你想买的那个娃娃呀？对不起，没看出来，官网断货了。我先照着教程做了一个给你，等放寒假，我带你去国外的品牌直营店里买。他十分满意这个娃娃，邀功似的说，很可爱吧？我觉得比官方的还要可爱。思觉依旧那么自信。我默默把娃娃塞进包里，心想回到宿舍，阿金他们问我从哪个垃圾堆里捡出来的，我该怎么回答？沈凌竹的事有了后续，在思觉的坚持下，抄袭论文加考试作弊，他被记了处分。沈凌竹自觉丢人，申请休学1年。哦，对了，后来陈月泽向我表白过，依旧是弄得排场很大，请了一堆助攻在旁边起哄，我当即拒绝了他。陈月泽面露失望，问我为什么。我说，你把追我的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把所有人都变成你的助攻，我走到哪都有人故意提起你，连我舍友都被你收买了。抱歉，这种追人的方法我不太喜欢。我曾想过，如果不用这种方法，我或许真的会跟陈月泽试试。可是不巧，有那么一个人恃才傲物，却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兑现给我的承诺。输给他，陈月泽无需自卑。寒假到来前，思觉结束了他的授课生涯。公平起见，他退出了7位考核。意外就是在7位考那几天里发生的。思觉反社会人格的词条突然冲上热搜，一个匿名媒体人爆料，思觉的妈妈在他14岁那年去世。葬礼上，思觉全程麻木，一滴眼泪都没有掉。葬礼结束的第2天，思觉练琴时挑了一首十分欢快的曲目，这绝对不是正常人的表现。以及他还说思觉脾气恶劣，天生没有共情力，对待同事又打又骂。他甚至曾经把一个女儿患有重病的中年男司机开除了，理由仅仅是对方不懂艺术。舆论发酵的厉害，水军们针对思觉的演奏开始新一轮审判。就我一个人觉得他被吹得太过吗？楼上你不是一个人，听他弹琴很无聊，一点感情都没有。业内对此也一直有争议，说他缺乏情绪。但不得不说，思觉是典型的技巧流派，天赋无人能敌。不关心他弹得怎么样，我只在乎他到底有没有无故开除员工。最后一门考试结束，我飞奔出校园去找思觉。他原本今晚有一场演出，但因为舆论被迫暂停。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家里做蛋糕。
厨房一片狼藉。烤完了，思觉脸上也都是奶油。为了庆祝寒假到来，我想亲手给你做个蛋糕，但是台子上那一坨黑乎乎还散发着迷之气味的东西是什么？我赶紧帮他擦脸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还想多活几年，我们点外卖吧。思觉只好放弃亲手做饭的念头。正值高峰期，外卖送得慢，我和思觉开始聊正事。网上的爆料你看了吗？看了。有什么想跟我倾诉的？思觉半垂着眼睛说，我是天生情感缺失，这是一种什么病？你可以理解为我天生就比别人冷漠、凉薄，也没什么共情力。所以你在妈妈的葬礼上没有哭，是因为这个病。思觉点了点头。她一直被我爸打压，放弃事业做全职主妇，我知道她过得很不开心，死对她来说或许是种解脱。我哭不出来，因为我感觉不到悲伤。即便说这番话时，思觉依然平静，平静的像是在讲述一个不相关的人。看到网上那些评价，你也不难过？她摇摇头，没什么感觉。万一事业就此葬送了呢？无所谓，我没有多喜欢弹钢琴，只是大家都说我有天赋，又能挣到钱，我就这么做了。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思觉真的对一切漠不关心。但是等等，我猛然想起，她说喜欢我，喜欢不也是一种情绪吗？我痛经的时候，她还会为了我哭出来。于是我问，那我呢？对我的事你怎么看？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。思环看着我，眼角溢出笑意。初长这么大，只有你能激发出我的情绪，因为你，我感受了喜悦、愤怒、害怕、嫉妒，甚至欲望。我以前对任何人都没有那种欲望，你不光激起了我的情绪，还放大了他们。我明白了，为什么我痛经，思觉会流泪，因为慌乱、紧张这类情绪对他来说十分久违，刺激着他的神经，让他的感官无限放大，一个控制不住就哭了。思觉摸着心脏的位置说，温离初，只有在你身边，我才像个正常人。这样说不对。我纠正他，你本来就是正常人。思觉像是没听清我的话，眼睛瞬间瞪大了。我解释道，你只是生病，情感比别人淡，怎么就不是正常人了呢？因为大家都这样说。谁？爸爸、继母生的弟弟，还有以前了解我情况的同学朋友，大家都是这样说的。他们希望我做个正常人，哪怕做不到，也要扮演正常人。可拉倒吧，都是第一次当人，他们凭啥指点你？思觉呼吸好像都停了一下，他眨巴眼睛看我，好像我此刻说出的都是沈玉。你没有错，生病绝不是你的错，别听他们胡扯。关于对待同事又打又骂这条指控也不准确，你不会动手的，你嫌别人身上脏，骂人这点吗？在我看来也不准确。思觉是刻薄毒舌，但他从来不骂人，更不说脏字，并且事后回忆起来，我发现思觉每一次毒舌都是在帮我。比如初见面那天，他嫌我的外套丑，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要去拜访一个欧洲的剧院老板，我那件不到100块的运动外套有可能会毁了那次合作。思觉后来还派其他助理带我去买衣服，他出钱给我买了一套非常像样的衣服。他说我品味差，因为那首网络口水歌在他听来的确会毁了我的音乐品味。某些方面来讲，我或许应该感谢他。见我出神，思觉忽然问，你会介意吗？介意什么？我有情感缺失这件事。我本想说不介意，眼珠一转，突然想起他3天后有场慈善演出，商演取消了，但慈善活动暂时还没有取消。我狡黠一笑说，让我想一想，3天后再给你答案。这3天我暂时还住宿舍，吃得香睡得好，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思觉就不是那么好过了。他度过了患得患失的3天，他从没觉得自己的感情那么充沛过，害怕、期待、焦虑，这些情绪充盈在心脏里，通过血液传遍全身。他难得的失眠了，对着夜色辗转反侧，想起温离初，又觉得心底一片燥热，这种感觉真奇妙。他以前听班上的男生讲过，每当这种时刻，那些男生就会把自己关在卫生间，用原始的方式释放。他也该释放吗？思觉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，他觉得恶心而且脏。他想给温离初打个电话，听听他的声音。一看时间12点半了，估计对方已经睡着了，就没有打扰。思觉默默地走进浴室，水汽升腾，模糊玻璃上的影子。他仰着头呢喃，初，最后发出一声叹息。次日晚上，慈善演出也是舆论掀起后，思觉首次在大众面前出现。但比演出更重要的是温离初的回答。思觉从不迟到，他早早到场，穿好高级定制的西装。西装一旦上身，思觉举手投足间满是贵气。温离初还没来，他有些焦急。哦对，焦急，这种情绪也很有意思。他一边细细品味着名为焦急的情绪，一边感到害怕，温离初会不会不来了？他会不会觉得他是个麻烦？思觉手心里沁出了汗。书上说，人在心理焦虑时会产生手心冒汗的生理状况，思觉也是第一次体会。终于，快到他登台的时候，温离初赶到了。他误了车，一路小跑带飞奔，总算在开演前赶到。等一下，思觉，他叫住正要上台的思觉，我先跟你说我的答复，你再去表演好吗？思觉吞了口唾沫，紧张的点头。温离初张开双管抱住他，无论未来还是过去，我都不会介意，并且我想要认真爱你。思环眼睛睁大，呼吸急促，这是狂喜的表现。但我有个请求，你说，如果他有尾巴，现在已经疯狂地摇起来了，今晚能不能为我而演奏？思觉上台，坐在钢琴前，经纪人有些担心，他状况不太对呀。怎么啦？思觉的手在抖，我带他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他手抖，估计舆论还是有影响的吧。我心想，才没有呢。思觉根本没把那些负面评价放在心上，他只是……思觉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，灯光束在他头顶，像是天神降下了怜爱。思觉手指按下第一个琴键，全场都安静了，细密的音符像潮水涌动。与此同时，有一种澎湃激昂的情绪正从琴音里宣泄而出，那情绪分明看不见摸不着，却让人感觉像火焰。那火焰从弹奏者的指尖灼烧，吞噬他的肉体、骨骼、神经，一路烧向全场。下一刻，
他又挽住了火焰，化作漫天大雪。如此充盈的情感，思觉敲击的仿佛不是琴键，而是现场每一个人的神经。除了琴声，什么都听不到了。观众都不约而同屏住呼吸。一曲结束，安静了许久，才爆发出如雷般的掌声。掌声经久不息。思觉站起来，冲观众鞠了一躬。第一排一个女生问：“这个曲子叫什么名字？”朋友告诉她 ：“Desire， 渴望。”思觉的演出很成功，饱满的情绪配上炉火纯青的技巧，演出刚结束，录像就在网上疯传。与此同时，舆论悄然开始反转。思觉的心理医生站了出来，他给大家科普，情感缺失并不会造成反社会人格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医生怒斥营销号为了博眼球不择手段。还有一个人，就是传闻中被思觉开除的司机。他说他的确不懂钢琴，也不懂艺术，粗人一个，但他没有被开除，是因为女儿需要人不离不弃的照顾，他才主动把工作辞了。思觉知道他的情况后，给他转了100万，让他安心给女儿治病。男人曾哭着感谢他，思觉当时面无表情地说：“这钱没指望你还，你回去吧。”这就是思觉，即便缺乏共情，也愿意出手相助。慈善演出结束后，我和思觉回到家，他把弹奏时的情绪宣泄在了我身上，时而蛮横，时而温柔。素来怕脏的一个人，却用他的唇和舌让我失声尖叫。结束的时候，我像是从水里打捞出来的，浑身软绵绵，湿漉漉。晚上，江滨有烟花大秀，我们靠在阳台上，耳鬓厮磨，烟花在空中绽放。思觉问我：“好看吗？”“好看。”“开心吗？”“非常开心。”他笑了，握紧我的手。“你开心，我也跟着开心。”此时此刻，我仿佛成了思觉感知这个世界的窗口。这个精彩纷呈的世界，终于在他眼中徐徐展开。思觉忽然轻声说：“我有点想我妈妈了。”“什么？”刚才烟花声音太大，我以为我听错了。思觉说：“没什么。”“那我们就去看她呀。”我主动接下话茬，笑嘻嘻地扑倒他。“你不知道怎么表达的情绪，我替你传达，保证让阿姨满意。”“我知道，终有一日。”思觉会在他妈妈的墓碑前亲口说出那些年少时未能说出口的话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时间还很长。又一簇烟花盛放，在我开心的欢呼声中，思觉紧紧地抱住我。“初初，谢谢你，我现在很快乐。”全文完。